过了60岁，您有没有觉得每次坐飞机都像在委屈自己的钱包和身子骨？同样买经济舱，别人坐得舒坦，我们却要在狭窄座位上蜷好几个小时，腰酸背痛好几天，这口气您咽得下去吗？今天我宋之夏就要把航空公司和机场里那些他们不愿主动公开的优待手册给您一样样摊开讲清楚。咱们要把这些本该就属于我们的福利和舒适一件不落地拿回来。如果您也想从下次飞行开始既省钱又少受罪，请在评论区打出想知道并订阅福寿人生频道，这样以后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干货秘籍、省钱妙招您就能得一时间收到。咱们今天就踏踏实实聊聊这个年纪坐飞机的事。很多叔叔阿姨都说，现在坐趟飞机像过关，提前几小时排队，座位挤，吃饭不合口，等行李半天，一趟下来比干活还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享受不起，而是根本不知道这些让咱们舒服的门道就在那儿，有的甚至免费。航空公司为了省成本，把这些针对老年人的好政策藏得严严实实，您不问，他们绝口不提。但只要咱们心里有谱，张嘴一问，整个飞行体验就能提升好几个台阶，既能省冤枉钱，身体也能少受折腾。接下来之夏就给大家细细捋一捋8条最实在、最常用的隐藏权益，每一条都紧紧连着咱们的钱包和身子骨。今天咱们聊聊第1条，也是能让您飞行体验立刻改善的窍门，免费或花小钱选到好座位。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买完机票选座时，前排、过道、逃生口座位都标着加价200到上千元，咱们心想忍几小时算了，结果系统自动分配了最后排挨着厕所的位置，一路听着冲水声，闻着异味，别提多煎熬了。其实很多航空公司都为60岁以上长者预留了隐藏福利，他们内部通常会锁定一些好座位，留给需要照顾的特殊旅客，包括老年人、孕妇等。但如果您不主动说明，系统就把您视为普通乘客，把没人要的角落位派给您。举个真实例子，68岁的赵伯伯飞去温哥华看孙子，他本来舍不得花几百元选座，我建议他直接致电航空公司客服，说明自己年纪大，腿脚血液循环不好，长时间弯曲受不了，询问能否安排靠过道或前排的座位。结果客服核实年龄后，客气地为他免费锁定了经济舱第2排靠过道位，若自己花钱选，当天要加800多元。赵伯伯回来后连连道谢，说那是他飞长途最舒服的一次。具体怎么做？出票后直接拨打航空公司官方客服电话，这样说：您好，我买了 X 月 X 日从 XX 到 XX 的机票，票号叉叉叉，我今年60多岁，身体不太舒服，腿脚不便，能否帮我安排一个宽敞些、安静点或方便进出的座位？谢谢。如果忘了打电话，在机场柜台办理登机时，同样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只要航班还有空余的好位置，工作人员大多会优先照顾老年人，这既是服务规定，也是人之常情。您开口问一句，换来的是一路的舒坦，这账怎么算都值。第2项福利，帮您解决排队和行李的烦恼，叫做优先登机和特别的行李照顾。登机时人潮拥挤，腿脚不便的我们容易被撞到、刮到，心里也慌。
其实只要年满60岁，您完全有资格不必去挤这个长队。航空公司一般规定，需要协助的旅客可以优先登机，您只需在登机口向地勤出示登机牌，温和地说一句：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怕挤，能让我优先上去吗？工作人员通常都会微笑让您先走，这不是特殊待遇，而是对长者的安全保障。取行李也是个累活，在人堆里找箱子，费力从转盘拽下，容易腰酸手痛。这里有个小秘密，申请行李优先。办理托运时，您可以客气地对工作人员说：我这箱子有点重，年纪大腰不好，取行李怕不方便，能不能帮忙贴个优先行李标签？虽然这项服务通常留给高级会员，但面对白发苍苍的您，很多工作人员都愿意通融。贴上优先标签后，您的行李会被单独放在货舱门口，飞机落地后最先卸下，最早出来，这样您就不用长时间在转盘前苦等，拿了就能走，省时省力，更减少受伤风险。第3点听起来有点严肃，但非常重要，医疗协助和健康需求服务。很多长辈觉得没病没灾，不必麻烦，但这个想法得改一改。机舱气压、湿度与地面不同，久坐不动容易引发经济舱综合征，尤其对血管和心脏功能较敏感的长者。如果您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或容易头晕胸闷，建议您一上飞机就告知空乘。例如，我有高血压，路上可能麻烦你们多提醒我喝水，或我心脏不太好，需要隔一会儿起来走动一下，可以吗？空乘受过专业培训，了解后会主动关照您，例如提醒您喝水、适时活动，甚至多给枕头让您垫高双脚，促进循环。另外，如需定时服药或冷藏药品，也请务必主动提出，您可以请空乘帮忙冷藏药物，或在特定时间提醒您服药。这不是添麻烦，而是对健康负责，也让机组能提前了解，从容照顾，主动沟通健康需求，既是权利，也是安心出行的智慧。这第4项啊，那可是直接能帮咱省下真金白银的隐秘的票价折扣和专属优惠。很多人总觉得只有坐火车、坐公交才有老年票、敬老卡，一坐飞机，那就全是全价票，没得商量。其实啊，这个观念过时了。虽然现在航空公司的官网首页上很少会拿大喇叭广播老年特惠票，但在很多航线，尤其是国际长航线或者一些特定的国内冷门航线上，是存在不公开的长者票价体系的。这个折扣有时候能有 5% 到 10%， 甚至更多。但问题是，这种票藏得很深，您在那些常见的订票 APP 上直接搜索，它要么不显示，要么显示的不明显，混在一堆价格里，您根本发现不了。之下给大家支个招，如果您是计划长途飞行，或者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出行，不妨在最终付款订票前，给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打个电话，直接问：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购买某月某日从哪到哪的机票，60岁以上的老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优惠票价，或者有没有针对老年旅客的会员折扣计划？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航空公司有自己运营的老年俱乐部或者常旅客计划，加入之后，老年人买票可以享受额外的积分累积，积分多了能换免费机票，或者能直接减免一些燃油费、机场建设费。这些信息往往是那些空中飞人或者资深旅行者才知道的内部情报，咱们不常出门，很容易就错过了。再提醒一点，如果您是找旅行社或者亲戚朋友代买的机票，也一定要多问一嘴，麻烦您帮我特意查查有没有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优惠票。
有些不那么细心的代理人，为了图省事，直接按照普通成人票出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或者专属优惠就被无声无息地忽略掉了。咱们勤俭了一辈子，该花的钱要花，但这该省的钱，为什么不让它省下来呢？省下的几百上千块，到了旅游目的地，给孙子孙女多买件礼物，或者和老伴一起品尝一顿当地的特色大餐，它不香吗？所以啊，记住这个口诀，买票之前多开口，省钱实惠自然有。这第5个权益是让咱们在机场漫长等待的时间里能过得舒服点的贵宾休息室和舒适的候机服务。机场的普通候机大厅大家都见识过，塑料椅子硬邦邦，冷气还开得足，人来人往闹哄哄。咱们老年人通常需要提前很久到机场，这一等就是2-3个钟头，要是再遇上航班延误，那可真是身心俱疲的煎熬。很多人有个误解，觉得只有买了头等舱、商务舱天价机票的人才有资格进那个有吃有喝、能躺着休息的贵宾室。其实不然，现在很多银行为了吸引客户办理他们的高端信用卡，都会附送一项福利，就是每年几次全球机场贵宾室的使用权。很多叔叔阿姨办了卡，只知道刷卡消费，压根没仔细看过那厚厚的用卡手册。这项好福利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好多年。您可以回家把钱包里的银行卡都拿出来看看，有没有那种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卡，然后打个电话给银行客服，就问一句，请问我这张 XX 白金卡有没有附赠机场贵宾室的权益，具体怎么使用？如果有，那您下次去机场就可以凭这张卡大摇大摆地走进贵宾室，在柔软的沙发上歇着，里面有免费的饮料、点心，有些甚至提供热餐，淋浴间环境安静又舒适。就算咱没有这种高端银行卡，也别灰心，很多机场本身就设有不对外明示的老年人休息区或者爱心服务区。这些区域通常位置都很好，离登机口近，座位是带软垫的沙发椅，甚至还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提供热水、毛毯，但它们就像隐藏关卡，不会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需要您主动去触发。您到了机场，办理完值机，过了安检之后，先别急着去找登机口，不妨走到机场的综合问询台，客气地询问工作人员，您好，我年纪比较大了，腰不太好，候机时间有点长，咱们机场有没有专门给老年人准备的安静舒服一点的休息区域？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会心领神会，直接给您指路，甚至亲自把您领到一个普通旅客根本不知道的舒适角落。我听说，在有些特别人性化的机场，工作人员看到是年纪大的旅客询问，还会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张免费的简餐券或饮料券，让您去指定的餐厅坐着休息。这些都是咱们作为长者可以理直气壮去询问、去享受的隐形福利，不用可就真浪费了。这第6点，对于要飞出国门去看望子女，或者想去国外旅游开阔眼界的叔叔阿姨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那就是国际航线的特殊协助与快速通关便利。出过国的朋友都深有体会，下了飞机，过外国海关的那个队伍长得让人绝望，弯弯曲曲排满大厅，站上1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咱们老年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体力消耗？其实，在很多国家的国际机场，包括咱们中国自己的大型出入境机场，都对6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设有特别通道。
有的叫爱心通道，有的叫外交官礼遇通道，通常就设在普通通道旁边，排队的人非常少。如果您看到普通通道人山人海，千万别傻乎乎的跟着就去排长队。您可以拿着您的护照，直接走到那个看起来人很少的特别通道口。不用多说话，只需用手指一下护照上的出生日期，或者用简单的英语单词说一句 Senior please， 意思是长者，麻烦您。海关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会立刻明白，微笑着示意您直接过去，或者让您走旁边的快速通道。这是国际通行的对老年人的礼遇，咱们完全不必心虚。还有一个大救星服务，就是在超大型机场里的免费电瓶车接送。有些国际机场大得像一座城市，从下飞机的廊桥走到入境海关，再走到提取行李的大厅，最后还要换乘站内小火车去另一个航站楼转机。这段路走下来，年轻人都会脚疼，更别说咱们了。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学会求助。您可以在办理第一段航班登机牌的时候，就告诉地勤人员，我需要转机，机场太大，我走不动，能否申请电瓶车接送？或者在您下飞机后，直接在廊桥出口找到穿着制服的地勤人员，提出同样的请求。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会安排一辆小巧的电动车，把您和您的手提行李直接送到下一个登机口，或者送到海关门口，甚至一路护送您到行李转盘。这项服务在很多情况下是免费的。对于一些需要复杂转机又语言不通的老年旅客，有的航空公司甚至会安排一位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您。这项服务在很多情况下是免费的。对于一些需要复杂转机又语言不通的老年旅客，有的航空公司甚至会安排一位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您，帮您拿手提行李，帮您填写复杂的入境卡，直到把您安全地送上下一趟飞机，或者亲手交给在出口接机的家人。这对于在陌生环境里容易紧张、怕走丢的老年人来说，根本不是享受，而是实实在在的刚需。所以，千万别硬撑着走，该申请协助就申请，这是您的权利。这第7项权益是管咱们在飞机上吃的大事，特殊餐食的预定与调整。飞机上提供的航空餐，说实话，味道和营养都挺一般，往往偏咸、油腻，不太好消化。咱们老年人很多都有饮食禁忌，血糖高的不能吃甜点，血压高的要控盐，牙口不好的啃不动硬面包和干柴的鸡肉。要是上了飞机，打开餐盒才发现什么都吃不了，那剩下几个小时就只能饿肚子了。这里有个航空公司提供的保障服务，而且是完全免费的，那就是提前预订特殊餐食。航空公司为了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特殊餐食选择，比如糖尿病餐、低糖、低盐餐、低脂餐、素食餐、犹太餐、清真餐，还有专门为吞咽不便或肠胃脆弱长者准备的软食餐或流质餐，甚至还有水果餐、海鲜餐等等。关键是这些特殊餐食因为是单独预定、单独制作的，通常比大批量生产的普通餐要更新鲜、更精致。而且空乘发放餐食时，会优先将特殊餐送到预定了的旅客手中，您不用眼巴巴等着餐车慢慢推过来。预订方法简单的超乎想象，在您成功购买机票之后，航班起飞前24小时以上，最好提前几天，打个电话到航空公司的客服，报上您的机票票号，然后说
您好，我想为某月某日叉叉叉航班预订一份特殊餐食，我需要一份低盐餐或者糖尿病餐、软食餐。客服确认后，就会在您的航班信息里做好备注，等您上了飞机，平飞后发放餐食时，一定会有空乘人员专门走到您的座位旁，俯身轻声跟您确认。X 先生 X 女士，您好，您预订了一份特殊餐食，对吗？然后就会把一份为您量身定做的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您面前。如果您不小心忘了提前预订，上了飞机才发现普通餐食不合胃口，也别忍着，可以客气地对来发餐的空乘说，姑娘，这饭菜我可能不太消化，胃不太舒服。咱们飞机上有没有白粥、烂面条之类的，或者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水果、面包？只要飞机餐食有备份，机组人员通常都会尽力满足长者的需求，让您吃上点舒服的东西。毕竟，让每一位旅客，尤其是老年旅客，能安稳舒适地度过航程，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最后，这第8项权益像是一个百宝箱，涵盖了很多零零碎碎却特别贴心的服务，叫做免费的额外协助与隐藏的关怀。这其实就是航空公司和机场对长者的一种默认为之的照顾。比如说，飞机上的空调为了兼顾所有旅客，往往开得很凉快。年轻人觉得正好，咱们老年人就容易觉得膝盖发冷，肩膀发酸。您可以一上飞机，还没起飞的时候，就向空乘多要一条毛毯，或者多要一个枕头，可以用来垫在腰后，缓解久坐的压力。别等到大家都坐稳了，毛毯发完了您再要，那时可能就真的没有了。再比如，您随身带的行李如果比较重，自己往头顶的行李舱里举放很费力，也存在风险。您完全可以请路过的空乘人员帮忙。小伙子，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箱子放上去吗？谢谢啊，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帮忙。还有些特别细心的空乘，如果您在登机时或飞行中轻声告诉他，我耳朵有点背，广播听不太清，或者我老花眼，安全须知卡上的小字看不清楚，他们会在进行安全演示或者广播重要通知，比如即将降落、温度变化时，特意走到您的座位旁边，蹲下身，放慢语速再给您面对面讲一遍，甚至用笔把关键信息写在纸上给您看，确保您完全明白。还有一个对于独自出行的老人特别实用的服务，行程状态短信通知。有些航空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您可以在办理值机时申请，或者让家人帮您在购票后联系航空公司设置。这样，当您的航班起飞、降落，或者出现延误时，系统会自动发送一条短信到您指定的家人手机号码上，报个平安。这对于那些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发微信或者国际航班没网络联系的老人和家里牵挂的子女来说，真是个定心丸。在飞机这个相对封闭的服务密集环境里，有任何不舒服或需要帮忙的小事，请第一时间找空乘。您可以自然地说，我年纪大了，有点您会发现，尊老爱幼早已融入他们的职业习惯，只要礼貌表达，您就能收获更多关照。60岁以上的老朋友出门在外，请放下怕麻烦人的老观念。这些服务规则本就是为照顾我们而设计，大方使用，不仅自己舒适，也让服务资源真正发挥作用，更让工作人员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我们忙碌了大半辈子，如今享受这份便利与温情，完全受之无愧。下次坐飞机或子女为您订票时，不妨对照这些建议，选座、排队、用餐时多问一句，需要帮忙时更要开口。您会发现，飞行旅途可以轻松从容，甚至充满温暖。祝愿每一位家人起落平安，旅途尽是美景。
若觉得这些提醒有用，请分享给家人或身边朋友，也让子女更懂如何为我们安排出行。我是宋之夏，在福寿人生陪您把日子过得更明白、更舒坦。咱们下回再见。